我觉得台湾现在的动物保护运动哦，做了有多少年？可能应该十几年了。那可是其实我们还是比较着重在同伴动物这一块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humanized animal。因为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比较容易对身边的就是有饲养的猫狗最有感觉，所以台湾这一块是最多人在做的。就你要去讲到经济动物或实验动物那些 animalized animal， 真的比较难。就是说那个也有人在做，可是大部分会去关心投入这个动保议题的，很多是从自己家里有养猫养狗开始，然后所以他开始看到外面的流浪猫狗觉得可怜，或开始去思考说为什么我家的那么幸福，然后外面的这么的不幸。很多人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慢慢去伸出那样的一个关怀的触角，然后所以就会开始有一些动保团体去帮接猫接狗结扎，然后就做所谓的 TNR， 就是trap neuter and return， 就是把它结扎之后，想要利用环境中它们的地盘性去减少流浪动物的数量，这一块其实是比较多人在做的。那可是它其实也有相当的阻力啦，因为我们刚刚说，虽然这个 humanized animal 好像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位置，可是还是很多人他们会对这些做这些事情的动保人士，他们其实是会被污名化的。比如说，有些时候他们就会说，这些人其实都是爱心泛滥，是 collector， 就是他一直去捡猫捡狗，然后或者说他们可能自己人际关系有问题，有时候会从这个角度去讲，就说他们都是没有小孩，或者是空巢期，然后所以就是变成跟动物之间就建立那种把动物当成小孩来养，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很多人是这样看的，所以我们刚刚虽然说 humanized animal 好像有一个比较高一点的地位，可是很多人他还是一样会用一种，那是一种扭曲的人际关系里面产生出来的替代性的小孩，然后所以别人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你喜欢猫狗你就带回家养啊？你干嘛要放在街上呢？所以他们就不太能够了解很多这些在做动保的人，他们自己家里真的都养很多了，所以他们想要利用比如说社区的，就是那种共同，因为台湾的流浪动物问题比国外严重很多，所以他们就是收容所的那个安乐死的数量又非常非常的高，而且甚至我们这边的安乐死动保团体常会去私下调查，不见得真的是 euthanasia， 就是而且在那个过程里面收容的环境是非常非常差的，然后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为什么要以安乐死为唯一的方式？有没有一种让他们在跟人共处的人与动物可以和平相处的环境？因为很多人觉得说，那流浪猫狗不应该在街上啊，就是这是人的都市。可是事实上，他们也不是自己愿意在街上，他们是人类文明制造的东西。他们是应该不能用东西这个词，就是他们是被人类文明制造出来的。你先驯养它，之后又不要养它，他们才会在街上。那如果说大量的收容造成的是那个收容品质的下降，然后那这些动保人士也不可能真的都带回去养，他们才会想出这种在就是结扎之后放回原地的。那这是最多动保团体在做的，可是它的确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就是因为怕动物的人，他会觉得说，那我就是不想看到，那为什么它就会出现在我的四周了？或者是会有刚刚我说的各种对这些人的误解，或者是基本上对于环境中的这个 other 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虽然有在推动，可是你还是会看到那种 animal cruelty 蛮多的。台湾的虐待动物事件其实蛮多，就一方面有人在做这些，一方面有一些人就是在伤害这些动物。那经济动物或者是实验动物的面向，其实推动的就是更慢了。有少数的团体在做，比如说像欧盟现在说不能用格子笼养鸡嘛，那所以台湾也开始有想要去推广友善农业这样的一个面向，就会去披露哪些农场它是比较让鸡可以在一个它可以自由放牧的一个空间，然后就觉得说，善待鸡才会有好蛋，有这样的口号打出来，然后希望大家开始去注意这一块，然后或者是会开始去从那种海洋保育的角度去推婚礼不要用鱼翅，就是这类的议题，比较不是属于 humanized animal 的，而是我们说比较疏远一点的 animalized animal， 其实也开始有一些团体有关心到，陆续在做。可是，其实动保一直非常的弱势啦，就是因为你不管怎么样是哪一个议题，然后动保人士自己觉得再有正当性，在很多外人的眼里，他都会觉得说，你这么有爱心，或者说你这么有时间精力，你为什么不去照顾人？或者说你为什么不处理人的问题？你那么有正义感，你觉得整个社会对动物是那个 injustice 的，那你为什么不去关心那些也是没有被合理的对待的人？就是说动保会碰到这一块是一个
很大的责难，所以很多人不站在他们那边，是认为说你把动物放在人前面了。那甚至像我开文学动物与社会这个通识课，很多学生想要做动保的学生，他们也都要先回答自己这一题。就是他要过这一关，就不然的话，他自己会觉得说，对我是不是很奇怪，我是不是不够关心人？那所以我常常都要告诉他们说，其实我们做动保几乎都是用自己志工的时间跟金钱。那每个人他在做 volunteer 的时候，他一定是选择他最有 commitment 的，他最关心、最感兴趣也最擅长的。就说，所以我就会告诉他们说，其实别人是不应该这样责怪你说。因为我自己也被这样责怪过，比如说我在写文章讲友善农业，我就收到读者来信说，你那么有时间关心屠宰场，你为什么不去关心热带雨林？就是我就收到这样的信，就说别人会质疑你为什么不关心这个不关心那个，那我都会告诉学生说，不需要被这种东西动摇，因为我们并不是不关心别的事，可是每个人的时间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你选择你觉得是一个合乎正义或又合乎你自己所关切的一个方向来走，你不需要说服所有其他的人，因为你用的是你自己额外的时间跟金钱，而且也是你擅长的。更何况，我觉得问这种问题的人，他背后有一个迷思，就是他觉得我们刚刚讲的人跟动物的问题是分开的，所以他假想说人的问题，我们先把它全部解决完了，有余力再来照顾动物。那可是事实上，人的问题是解决不完的，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你在这样分的时候，你已经其实是在说动物，我们不要管它了，因为人这块做不完嘛，它有各种福利制度的缺陷，然后有各类各样的问题都可能产生。所以，除非你是说永远不要管动物，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人全部做完再来管动物呢？更何况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其实是人跟动物的问题常常是纠结在一起的。所以很多时候，当你在做动保的时候，你其实也帮助了人，就说，比如说你像现在的年轻学生，他如果用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方式去做动保，他可以解决很多传统的爱心妈妈的困境。就是传统很多爱心妈妈，她们不会跟别人沟通，她在社区喂猫喂狗，然后就被别人威胁追打，然后或者是他们也就变得很 cynical， 他们自己变得很难沟通，然后就是会有一些社会上的一些问题。那所以如果你去做这一块，你用比较有效率又可以顾及环境的卫生，然后动物福利跟人的和谐的方式，你其实就帮助了这些人。所以你不只是帮助了也关心动物的人，而且其实像有些友善农业这类的，它其实牵涉的也是人的健康问题嘛。你关心动物福利的时候，你其实也促进了人的健康。所以动物跟人的问题已经是绑在一起的了。我们现在在生活里面，因为各个面向上对动物的，你说依赖也好，剥削也好，或使用或陪伴也好，那个关系是勾连在一起的。所以怎么可能说在处理动物问题的时候，你又把它跟人分开？好像觉得说不可以，你不可以管动物的问题，你要先把人的问题都做完。所以我觉得这个假设的背后就已经是一个很奇怪的二分。所以我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告诉学生说，如果你有兴趣做这个动物保护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你搞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哪里，然后确定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一块，就不需要太在意这样的一个质疑，因为这是一个人类中心的社会，这种质疑非常容易出现，几乎每个做动保的人都会遇到。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动保也是包括帮助我自己想清楚很多事，因为你会发现你很难做一个运动会碰到这么多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质疑的。那当你在思考你怎么样去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变得越来越能够想清楚一些事。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遭遇就可以作为一些学生的一些潜力吧。因为我也是从很单纯的自己喜欢猫狗开始，然后被问说，那你吃不吃肉？就说那猫狗很可怜，那个猪啊鸡啊牛不可怜吗之类的？那你双重标准啊？你是不是只是动物可爱你就喜欢它？然后或者到后来人家会问说，那你们说什么要尊重生命？那你打不打蟑螂？打不打蚊子？就是各类的这种质疑一个一个出来的时候，你开始就不要把它当成挑衅，你把它当成对，那我直问自己，我怎么来回答这些问题？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厘清我怎么样界定人跟动物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整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对思辨也是非常好的训练。不见得是说你一定要去直接的做动物保护的什么事，而是我觉得我们本来在一个
这个地球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要跟其他很多非人的生物相处的时候，你本来就有责任去思考清楚你对他者的那样的一个 responsibility 在哪里。那所以我觉得，即使因为很多人觉得动保像是一个口号嘛，我觉得它也没有这么的重。你如果把它当成是一个思考人跟动物之间的关系，跟去界定那个伦理的责任所在的话，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来关心的问题。好，谢谢老师。可以问，对，也许一个小问题。所以如果我有点对乱说，但是是不是所以这样说，是不是为了比较好关心动物，真的必须 humanize animals？或是我了解你的意思，就是这个其实也是大家在谈，就是 anthropomorphism 的问题，就是拟人化的动物，它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为很多时候的确，像这个观点大家不太一致，有些认为说，如果是 anthropomorphism， 如果是拟人化，就是有人的主观的情感投射啊，那这样子的话，好像还是很不科学啊。可的确在做动物保护上，有时候你会发现拟人化有一定的帮助，就是当你愿意去想象它那样可能会害怕，比如说像猪那个故事就很明显，就是当你去写说猪怎么样被屠宰，可是很多人没有什么感觉。当你看到一个人有那样的遭遇的时候，突然觉得哇好可怕，然后你可能会开始去想说，所以猪在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很害怕的。就是某种时候你把它化人了，的确可能有助于情感的投注。然后很多运动其实有时候它不只是理性诉求而已，它也要有情感的面向，你要愿意去想象。就是你要愿意去想象他有可能在 suffer， 你才会愿意去做进一步的一些付出嘛。可是呢，要看投射到什么程度。所以他们现在提出一个词叫做 critical anthropomorphism， 就是说，因为人本来就是动物，所以你看到人跟动物的某些类似性，那是很理所当然的。所以如果你凸显跟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部分的话，那你其实就不是过度主观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觉得什么狮子会忍住不吃斑马，就不是那一种化人主义，不是那种拟人化了，而是基于人跟动物本来就有一些类似性，我们去还他们，承认了他们本来就该具有的那些特质。那这样的一个 anthropomorphism 对于动物福利的推动是有帮助的。可是如果只是那种过度的 sentimental 的，或者是过度主观的，可能把动物根本不会具有那样的一些道德感，那些东西都加在动物身上的时候，那个就是负面的了。所以它是有点像是一个 double-edged knife， 就是对它有可能是有帮助的，它有时候也可能是有伤害性的，对。